沙哑的嗓音让我心头微动，药效发作，他呼吸急促，眸光迷蒙，脸颊泛起红晕。你在酒里下药，他气急败坏，攥着我的手愈发用力，我颤抖着手将他的外衣脱下，声音有着不易察觉的抖。少爷，奴婢服侍您睡。一阵眩晕过后，我被压在软床上，他神情冰冷，呼吸却灼热。你就这么想做通房？求少爷疼我。我闭上眼，泪水滑落。3袋米1袋盐，舅舅把我高价卖给了人牙子，因为力气大，我被送入永平侯府做杂役。又因相貌好，被老夫人选中，成了侯府的通房丫鬟。可是永平侯虽有5个儿子，却只有1位嫡孙。他虽然天资聪慧，15岁就进士及第高中状元，却不近女色，直到22岁也不愿娶妻。老夫人急得团团转，却不敢在他面前提半个婚字，生怕乱了嫡孙求上进的心思，只能暗自给我们几个通房施压，许诺谁先和孙子萧景占圆房，他就为谁脱了贱籍。因为我守规矩又不善言辞，深得老夫人欢喜，所以她独独将我留下。我端上碧螺春，垂手立在老夫人身侧，她捻着佛珠闭目道：青玉，你今夜便去景站那边吧。我心头一颤，小声提醒少爷，近日与同僚议事至深夜，怕暂无心思。你16了，景站也不小了。老夫人睁开眼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。这些年我教你诗书，便是知晓他偏爱有才学的，莫要惹他厌弃。我感激老夫人的照拂，6年里脏活累活与我无关，日子比恕小姐还舒心。可我清楚，通房的命运早已注定，遇善心少夫人或许能苟活，遇严苛主母便可能丧命。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被赶出门或发卖，可我不愿这般认命。入夜，我赶到少爷院子的时候已经不早，但少爷还在书房处理公务，我没敢打扰，去了他的房间等候。我在房中静待至烛火燃过半，他才披着月牙白披风归来。月光下，他身姿挺拔，眉眸清冷，光风霁月的模样，让世间所有美好词汇都显得逊色。他见我在此等候，双眸微蹙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低下头，心想他应该是不喜的，不然也不会明知我是他的通房丫头，搁置到了16岁，也不去老夫人那里讨要我。我很小心翼翼。老夫人见少爷日夜辛苦，特派奴婢来伺候少爷。我不用人伺候，你回祖母身边去吧。他自顾倒茶，语气疏离。果然，他对这事儿不上心，但就是因为他不上心，所以老夫人才让我来的，怎能被他一句话就打发了？如若我在他这里也没了用处，那我也就剩下被赶出去这一条路了。我心一横，上前为他按肩，指尖纤细，力道适中，这是我6年苦练的本事。手腕突然被攥紧，他似被灼伤般松开，声音依旧冰冷，说了不用，下去吧。我只得行礼告退，回了下人房。同屋的柳英因当年落选通房记恨我，见我空手而归，便出言讥讽。果然不行，也不看看少爷何等人物，怎会瞧得上你？旁边的刘雪替我解围，青玉是老夫人定下的人，你再嫉妒也无用。我摇了摇头示意不必争执。柳英的嘲讽，丫头们的纷争都与我无关。我收拾好被褥躺下，心中盘算着明日该如何。第2日天未亮，我便蹲在小厨房熬煮银耳莲子羹。银耳出胶不易，我强撑着睡意守在炉边，掐着它下朝的时辰端去书房，却见里面还有几位同僚。我放下羹汤，脸上有点发烫，低着头，不知今日有贵客登门，是以奴婢只准备了1碗羹汤，实在失礼。各位大人喜好喝什么茶？奴婢这就去沏。旁侧一个少年郎长相清朗，语词有些轻佻。萧兄院子里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可心的人了？竟然藏着不给咱们知道，果然心思深沉啊！我慌乱抬眸，撞上少爷深邃如潭水的眸，声音一样的清冷。还不下去，原本想讨个好，没想到撞钉子上了。这般热脸贴冷屁股，让我有些沉不住气。老夫人频频派人来催出夜帕子，我却连她的床榻都未曾靠近。青玉，只要你陪着萧景占，直到新夫人过门，我便会把你的身契给你，到时候是去是留我都随你。可你也要做好你通房丫鬟应该做的本分，这是老夫人给我的承诺，也是我讨好少爷的理由。当晚，我端着一壶暖酒前往，这酒是老夫人让柳翠送来的。我知晓她的心思，不过是想确认孙儿无碍，全然不顾我可能触怒萧景占的风险。初秋露重，少爷喝点热酒暖暖身，我为他斟酒，热气氤晕了他的眉眼，他不疑有他，连饮3杯。我关紧门窗，上前解他的盘扣，手腕被他攥住，手心温热，他垂眸看我，语气带着无奈，别这样，青玉。这是他第一次在独处时叫我的名字，沙哑的嗓音让我心头微动，药效发作，他呼吸急促，眸光迷蒙，脸颊泛起红晕。你在酒里下药，他气急败坏，攥着我的手愈发用力，我颤抖着手将他的外衣脱下，声音有着不易察觉的抖。少爷，奴婢服侍您睡。一阵眩晕过后，我被压在软床上，他神情冰冷，呼吸却灼热。你就这么想做通房？求少爷疼我。我闭上眼，泪水滑落。我不是想做，只是别无选择。身为贱籍丫鬟，我看得见的好命无非是做通房，为妾一辈子养人鼻息，看着夫君与正妻举案齐眉。可这些我一个都不想要。第2日晌午醒来，床侧早已冰凉，他昨夜并不温柔，折腾得我浑身酸痛，显然是故意折磨。我收拾好房间，
将染血的手帕呈给老夫人，她很欣慰，让我休息几日，不必去伺候少爷了，正合我意。昨夜我算计了他，今日醒来时他应该很是恼怒吧？要是我再在他面前晃悠，恐怕得不到什么好脸子。因为我在少爷的房里留宿，府里上下的丫鬟都对我恭敬起来，就连柳英也不例外。人啊，就是这样，拜高踩低。我睡了整整一日，错过了饭点，正打算饿着入睡，房门却被人推开，是柳翠的声音：“你怎么还在睡？少爷差人叫了你几回了，你快去吧。”叫我？你没听错，是叫我去斥责吗？柳翠点了点头。是啊，刘雪说少爷问了几次你在哪儿，怎么没去伺候？我忙起身，随意理了理衣服，拖着酸软的身子朝着少爷的院子走去。走到院子前，我又觉得不妥，去小厨房煮了一壶菊花梨茶端了过去，希望他喝了能消消火吧。少爷在书房点着灯，眸色认真，手中毛笔一点点描绘，好似在画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少爷，我轻声喊了一句，他似是有些慌乱，将画好的宣纸团做一团扔到了角落，再抬眸看我时已是清冷。还知道来，1日没见到你，去哪儿躲懒了？他一口气问我这么多，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以为经过昨夜的事情，他应该不希望看到我在他面前晃悠，可看他的样子，好似当昨夜的事情全然不存在。难道那药还有抹去人记忆的功效？我将菊花梨茶盛在他的面前，您喝中甜茶。他垂眸看了茶中一眼，又抬眸看我，眼中透出戏谑。这茶总没有问题吧？我忙摇头，没，老夫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不会再逼我了。他端起来喝了一口，菊花味清，梨子香甜，这道茶很合他的胃口。然后他自顾自临摹书帖，只让我在一旁站着，叫我来，不训斥，却也不要我伺候。眼看着天上起了黑影，月光将树叶的枝桠倒影在窗棂上，我站的腿都有些麻了。他还在临摹，少爷，天儿不早了，您早些歇息，别累着眼睛。其实是我自己受不了了，站在这里陪着他，连大声呼吸都不敢。昨夜的难受劲儿还没过去，我也想早点回厢房去休息。他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句，搁下了毛笔。你伺候我休息吧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休息是从不让人伺候的。除了昨夜我使了手段帮他宽了衣服，这之前任何人都无法与他近身。见我半晌没说话，他投过目光，怎么不肯？我去了他的房间，将床铺抖开，他随后进来，关了房门，一切自然又流畅。我僵直了背，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他倒是自然，双臂展开，等着我过去。忘记怎么伺候我了，我只得硬着头皮上前去解他的衣服。可昨夜是因为知道势在必得，又不得不做。今夜除了紧张，我还生出一丝不愿来。这算什么？今日他也被下了药，不成？手哆嗦着，连一个盘扣都解不开。他的呼吸缓缓沉重，热气喷洒在我的头顶，空气变得暧昧不清。他的手搁置在我的腰上，慢慢收紧。怎么不见你昨日这么害羞？脑袋轰的一声，整张脸都变得灼热。原来他什么都记得，那他为何今夜？我抬头，正巧他低头，柔情的唇碰触，带着难以言喻的感觉。他往日这样一个清冷的人，此刻浑身却炙热得很。他将我带倒在床上，声音如同羽毛拂过，既然你选择了，就别后悔。后悔，我也要有可后悔的筹码才行。这一夜之后，他便一发不可收拾，每上朝回来都要叫我过去伺候，直到第2日要上朝时才放我离开。如果遇到休沐在家，他也会拉着我在书房里画一天的字画。偶尔情不能自持时，差点就在书房越界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个多月，我从一开始的惶恐到后来变成了顺其自然，再到后来竟然有些喜欢每日和他待在一起的时光。不可否认，我有些喜欢，每与之独处时，我都不由侧眸去看他的脸，却被他敲了头，让我专心临摹。这个光风霁月的公子如此出众，京中姑娘都纷纷倾心，而我又怎能免俗？可我太明白我们之间身份带来的鸿沟。老夫人从一开始的担心他孙儿不行，到现在又担心他孙儿太行，眼见着少爷一日日沉溺在我这里，老夫人终于要摊牌了。她将我叫去，先没说为何，而是让柳英端了一木盘的金银首饰，任我挑选，拉着我的手，一个劲儿地夸我事情办得好，让我看着选，我喜欢的都送给我。我没客气，出了府有的是用钱的地方，我拿了银子，首饰没要。老夫人很满意，这才说明意图。萧景湛年纪不小了，我做主给他说了一桩婚事，是内阁老董家的嫡孙女，今年16，与萧景湛的身份也匹配。是我低眉顺眼，老夫人的眼光自然是最好的。萧景湛也这般说，他已经点头应允了，但因为太后丧妻，国孝3年未满，所以定在了明年这个时候行嫁娶。过2日便到他们府上去下定。我垂在身侧的手微微攥紧，怕被看出来，又缓缓放开，心里的酸涩如同每日喝的一碗碗苦药，侵入了骨髓里。原来他已经定好了要迎娶的小姐，自然是我不能比的。早知道了是这样的结局，可听到的时候还是难免心中酸涩。这可能就是人的自私心在作祟吧。随即老夫人掏出了我的身契，当初说好，若你办得好，等到心腹过门任你选择。现下你办得很好，这身契我提前还与你，是留是走随你。我想老夫人是担心少爷的心思在我身上过多，而惹得心腹过门夫妻不睦，所以想现在就打发了我，这是我求之不得的，不需要等到心腹入门那一天。我诚惶诚恐地接过身契，看着这一纸将我定性为奴籍的身契，我恨到热泪盈眶。谢老夫人。当夜听说少爷在宫中被绊住了脚步，我收拾了包袱，
烧了身气，拿着老夫人赏的银子便出了府。柳翠问我，你当真决定好了？其实我们都能看出来，少爷是极喜欢你的，你留下来，就算心腹进门，少爷也会给你个妾室做的，到时你已经不是奴籍，良妾的身份，再生个一儿半女，足够你享受一生了。我坚定地摇了摇头，我志不在此。柳翠不再劝我，我却没想到这个跟我最不冷不热的丫鬟拿了一锭银子给我，我这辈子是不打算出府了，钱多了也无用，你出去用钱的地方多，拿着吧，姐妹一场，别跟我客气。我没收，因为我们无缘再见，我无法还他这份情。出了府的日子别提多自在。我娘早逝，舅舅把我卖进侯府，我自是不愿再去找他。离开侯府海阔天空，我现在就是一只有钱有闲想要远飞的鸟。我想要先游山玩水，然后再找个最适宜的地方安顿下来，做小买卖也好，坐吃山空也罢，余生由我自己来支配，最好不过。可不过个把月，我身子就开始逐渐不舒服起来，走也疲累，睡也疲累。还是我入住的客栈掌柜看不得我这个样子，给我请了个郎中，但郎中一句话直接惊得我魂儿都没了。他说，娘子真是好大的胆子，怀了都有2个月了，竟然还这般跋山涉水，完全不顾肚子里孩子的安危啊。手中的茶盏落地，打碎了一世寂静。怎么可能？我的质疑惹得郎中不快。娘子虽说在下愚钝，医书看了不少，也只是一个乡野游医，但娘子不过是喜脉，又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却还觉得在下探的不准，不若再找个高明的大夫吧。我不是质疑他的医术，而是质疑我自己。在府中从服侍少爷开始，每天1碗婢子汤，无论留宿与否，高门大户最忌讳的就是在心腹过门前家中有了子嗣，这一点我是清楚的。记得有一次我喝婢子汤被少爷看见，他问我喝的什么，一向只知道在朝堂上唇战群儒的男子，又怎么会懂这后院的事？我如实说了，这是婢子汤。他蹙眉略微不悦，以后别喝了，伤身。我应声，可私底下一次都没敢落下。怎么会？可现下孩子已经在我的肚子里了。低头抚摸着平坦的小腹，我有些不敢相信，这里孕育着一个生命。原本我以为这世间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了，却不想老天送来了天大的惊喜。我想要留下肚子里的孩儿，不是因为少爷，不是因为永平侯府，只是因为我太孤独了。我想有个孩子陪着我，度过这漫长的岁月。有了身孕，就不能再如以往毫无羁绊。我留在了这个小镇，买了一处还算僻静的院落，开了一个不大的书馆，有着老夫人给我的傍身钱，我过得还算安稳。肚子里的孩子很为我着想，从怀孕以来都没有难受不适过。还是那个生我气的郎中给我看诊，只不过脸色不再那么难看，反而宽慰我，世间女子本就不易，娘子你又孤身一人，挺着肚子，万事应当格外小心。如若不嫌弃，生下的孩子可跟我学习医术，也算是有个立身的本事。我自是谢过，既然要在此处安身立命，这样的关系相处肯定是要的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也算安静平常。只不过镇子里流传开，说来了一个挺着肚子的娘子，没有丈夫，大约是与夫家分开了。每听到这种流言，我只是笑笑，能管住什么都管不住别人的嘴，我自有我的生存之道，任他们说去吧。孩子7个月的时候，我的身子渐渐觉得沉了，书馆雇了个书生帮我看着，我就不大去了，只在院子里走动走动，为的是防止胎儿过大。书生来看过我几次，有时会带上他的丹青，他画的一手好山水，可怀才不遇，他也只能在这个镇子上以卖画为生。我常鼓励他，先生文采非凡，他日一定会有大气候。林娘子真这样以为。他被夸赞后，眸中的光彩异常，我点头微笑。我觉得他能，只不过走出这个镇子对他来说是最难的。我打算等生了孩子，就资助他走出这个镇子。他在镇子里只画画，太可惜了。可还没等到我生产，院子里就涌入了一批人，个个都是健硕的好手。随后，一个雍容华贵的夫人走了进来，她面色清冷，打量着我，看到我挺起的肚子时却笑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擅闯私宅，可是要进衙门的。我也打量着他，看他年纪并不和少爷相仿，难道是永平侯府的人？知道我怀孕了来找我麻烦的。他在院子的四方石桌旁坐下，眼神清傲。别怕，我不是坏人，你应该叫我一声嫡母，这简直比他让我叫他一声主母更加匪夷所思。我笑了，我连母亲都没有，哪来的嫡母？你有，或者说你不敢承认吗？也是，你的母亲是通房，而今你连夫君都没有，就大了肚子，应该没脸说什么为你母亲争光的话吧？他的话犹如一根刺，刺入我的心脏。我攥紧拳头，却顾及肚子里的孩子，不能动了胎气。你是来羞辱我的吗？没别的事就请离开吧。我都说了，你应该叫我嫡母，怎么这么没有规矩？说来你真是命好，你爹自你之后就再没有生儿育女，他已离世，你现在可以随我回家去，继承他的万贯家财了。天上掉馅饼了，还是砸在我的头上。我的母亲是个通房丫鬟，她做得很好，不争不抢，一心只伺候主子，活得很透明。我爹家原本是从商的，后来用钱给我爹捐了个9品小官，我母亲就是那时候被买回去的。我爹的娘是个很会算计的女人，她知道我爹的才能不行，也就只能在这个9品的位置上待着，所以想让我爹抱大腿，机会就是来得这么快。在上京述职的4品官员带着女儿回乡丁忧，官员的女儿年方18，本来就已经算是偏大的年纪，又遇上了守孝3年，这一过就是21、2，更不好嫁。但她不嫌弃，只一心想我爹抱上这个4品官员的老丈人大腿。
所以数次求娶，还承诺3年后一定十里红妆，浩浩荡荡将新娘迎入门。这门婚事就这么成了。但3年，意外太多了。意外就是我娘怀孕了，心腹已经定下，只是还没入门。通房怀孕在前是大忌，可他们家人丁稀薄，老太太她想要孙子了，所以冒险让我娘生下了我。可我是个女儿，让老太太的愿望落空了。她又怕官员家怪罪，就将刚生下孩子的我娘赶出了府，还污蔑她生的孩子来历不明。我娘无处可去，回了娘家。哥嫂不喜，爹爹不疼，他养我到5岁，就因为身子亏空去了。他死之前将所有的金银细软都给了我舅舅，求他一定要好好抚养我长大，给我找一个好人家做正头夫人。那些金银细软只换了我舅舅5年的良心。5年一过，他见我越发出挑，就像当年他爹卖掉我娘那样，把我卖到了永平侯府当通房。这一段往事我已经烂到了肚子里，我和他们家也再无瓜葛。你怕是找错人了，我不会跟你回去，你的万贯家产另找他人吧。你真的甘心你娘用命换来的一切就这么落入旁人的手里？当年我并不知晓你母亲的事情，当知晓时她已香消玉殒。说着，嫡母眼中流露出一丝惋惜。你爹没有子孙福，纳了几个妾室，到死也没能生出一个孩子，唯独只有你是他的亲骨肉。跟我回去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就不会像你当年那样被人非议，他会得到良好的教育，会有优渥的资源，一切的一切，只要他想要就会有。若我不呢？我攥紧垂在双侧的手，他拢了拢身上的皮球，眼神犀利。我不是在和你商量，即使你不要，那本该属于你的财产也会是你的。我只不过是不想让那份财产落入更让我厌恶的人手中。听明白了，他并不喜欢我，但是他有更讨厌的人，更讨厌的人要瓜分这份财产。找到我是为了恶心那些人，我还是跟着他走了，回到了万家。这里已经没有留下来的必要。他既然能找到这儿，就表明他有的是办法让我在这儿待不下去。更何况我现在待产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就是一尸两命。我一个女人家，挺着肚子没有丈夫。往日里那些不怀好意的人，已经来骚扰过几次了，多亏了书生和郎中打发，但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我回到了万家，这个我从没有停留过的家。豪门大院，果真气派，有他这个官员嫡女把持，又有万贯家财撑着，万福说是豪门可谓也不为过。嫡母名叫沈婉堂，不过30多岁，却已经有了老夫人身上才有的威仪。我想这就是上位者的威仪。他召集了万府上下，宣告了我是万家大小姐的身份。我原名叫万清玉，老夫人曾问过我的名字，我说叫清玉，她觉着是个好名字，不俗气，所以保留了下来。这个名字是我娘给我取的，清玉，清玉如同无瑕的美玉一般，冰清玉洁。她安排了我一个很大的院子，有山有水，比我自己买的那座宅院不知道好了多少倍，还给我配备了10几个丫鬟下人伺候。以后万府就是你当家，但你在孕中，且又快临盆，查看账目与家中的家产，等你产子后再说。这段时间你先静养为宜，他们不会服我，我很清楚。我横空降临，就凭他空口白牙说我是万府小姐，我就是吗？更何况我没有任何根基，比不得他。上有荣退的父亲，下有上京述职的哥哥，当然他们巴不得将你掀翻，好瓜分万家财产。可你有底牌。他看向我挺着的肚子，嫁出去的女儿是不能分娘家财产的。多好，你刚好没嫁出去，只是通房，还被还了身契赶了出来，肚子里又怀着孩子。这孩子一出生就是万家子嗣，谁敢说没有你爹的血脉？他倒是将我的以前打听得一清二楚，连我是通房拿了身契出来都知道。也对，他有个在京城为官的哥哥，知道这些也不稀奇。就这样，我在万府住了下来，下人们还算恭敬，毕竟他们只是拿钱干活。可有的人就不安分了，我也终于知道了。沈婉堂说的想要瓜分万家财产的人是谁？是万家的2叔3叔，他们都是庶出，与我爹并不是一个母亲。老太太头一个就不待见他们，早早让他们分家出去单过了。只不过因为万家生意多且复杂，一直关联着，我爹死了才不过1年，他们就已经开始蠢蠢欲动，要分掉万家，赶走嫡母。不过因为嫡母娘家的威势，一直没得手。2叔3叔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祠堂上香，3支香点燃递到我的手中，我没有接。沈婉堂劝我，人都死了，有些礼数还是要有的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给活着的人看，我才勉强接过香，插上。2叔3叔匆匆而来，指着我就是一顿诋毁。你瞅瞅老三，你瞅瞅他哪一点像哥哥？他肯定是来历不明。大嫂，你不能为了万家的权利不旁落，随便找个人顶替吧。再说她一个女子还怀着孕，弄进门来，实在不知是如何贪图万家财产。他们一字字一句句针对的都是沈婉堂，因为我是沈婉堂找来的，因为我站在沈婉堂这一边，可以让他们得不到一点好处。这样的场景他似乎已经经历过很多回了，听着他们的指责，甚至眉头都没皱一下。他哪里不像你们那个短命的哥哥了？不像你们短命的哥哥，难道那刻薄相不跟去世的婆母一样？这你们看不出来？我怀疑沈婉堂在骂人，但没有证据。2个人怎么说就是不同意让我做万家掌权人，万家家产由万家子孙继承，这是婆母生前写下的规矩。她是万家女，腹中自然是万家子，生下来就可以继承万家家产。你们不同意，大可以泉下找婆母理论，别在这里与我多费口舌。好啊好啊，你仗着有为官的哥哥，有荣退的爹爹，竟可以这样颠倒黑白，我憋不住了，蹦出来一句：2位叔叔如果有这个本事，也可以颠倒黑白。2个人脸色憋得青紫，
沈婉堂也侧眸高看了我一眼，这就是强权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很好使。沈婉堂可以把持万家，可以将我接回来，直接放在万家小姐的位置上，可以给我管家钥匙，都是因为他有强权，他不怕事，他有人兜底，别人斗不过他，他就是这样自信。可就是这样跋扈的女人，却有着让人心酸的过往。我听贴身伺候我的碧儿说，其实沈婉堂有个相好的男子，但是只是一个穷酸的秀才，他家看不上，他也不妥协，硬拖着17、8不嫁人。随后祖母去世，需要丁忧，她更是想要耗到20好几，老了再嫁给那个秀才，堵住她爹爹的口。天不遂人愿，一场风寒就夺走了穷酸秀才的性命。他在家乡跟随爹爹丁忧，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。后来心如死灰，随着他爹安排嫁到了万家，却不想又是另外一个虎狼窝。我爹多情，嫌弃她嫁入门已经20好几，1年内就纳了2个妾。随着日子长远，妾室更是多了起来。他的心已经死了，我爹那几个女人都跟他无关，他是为了他们沈家活着而已。生下妍儿的时候是年底，寒风阵阵，府里的地笼烧得暖和。沈婉堂小心翼翼地抱着刚出生的孩子，脸上的冰冷也都化作了微笑。他说，我也没有子孙福，这辈子没个自己的孩子，看着你生孩子，我是真高兴。他许是在惋惜年少时的自己，妍儿和在肚子里时一样省心，2个奶娘带着，一点都不闹人。沈婉堂喜欢他，陪着他的时候竟然比我这个母亲陪着他的时间还要多。我开始接手万家的生意，开始熟悉万家的运作。其实这些我在生产前就有所接触，不过只是看账本、看店面，从来没去铺子里看过。既然已经生产完，就要开始打起精神，外要对付虎视眈眈的2叔3叔，内要查看自家店铺，以防内贼。沈婉堂的心都在妍儿身上，他不随我去，我便开始外出视察店铺。万家生意遍布全朝，大到古玩钱庄，小到百货客栈，都有万家的产业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从身边查起，逐渐朝外扩。这一查就是5年。5年后，我再次回到万家，刚下了马车，就见沈婉堂风风火火地跑出来，叫人拿了皮球挡住寒风，却是披在了我身后的小不点身上。他一个劲儿数落，你呀，你说说你，查生意为什么非要带妍儿去？她才5岁，跟着你颠簸，这么大点就吃苦。我这次不过去隔壁镇子待了5天而已，被他说的，我好似带着妍儿出去了5年。不管，日后你要去自己去，别带我的妍儿去。我自妍儿出生就开始忙生意，都是他带着妍儿，所以他要更疼爱妍儿。妍儿嘴甜，抱着他的脖梗撒娇，祖母，妍儿好想你，好像好几个秋没看到你一样的想。哎呦，我的妍儿，我的心肝。沈婉堂开心极了，祖母带你玩，祖母带你见我哥哥，他要叫什么？沈婉堂转头问我，我摇摇头，不知道，叫老爷，这个辈分我没论过，不会论，应该是叫舅老爷。旁边的马夫插嘴，妍儿乖，你的舅老爷从京城回来休假，祖母带你去找舅老爷玩好不好？听说舅老爷还带了个京城的朋友来，祖母带你去见一见。不要不要，妍儿要和祖母在一起，在家里看鱼讲故事。好好好，都听妍儿的。他将妍儿抱走，甚至都没看站在门口的我一眼。碧儿过来说，沈婉堂的哥哥沈之牙要来万府看妹妹，就在今晚，刚好我回来了，让我也准备着。京城来的人啊，我脑海里闪过一个身影，我苦笑着摇头。6年了，他不会记得我了。按照当时的时间来算，他也已经成亲5年了吧，孩子也就比妍儿小个1、2岁。意识到我在想什么，我忙回神，不该再想他的。沈之牙现在位居3品大员，是很大的官了，他爹当年都没有他官做的大就荣退了，所以万府什么都小心备着，不可有差池。虽说他是来万府看妹妹，但万府也不能失了礼数，所以当夜万府热闹非凡，我也特意打扮了一番，穿得华贵了些。沈婉堂上前头接他哥哥了，我牵着妍儿的手往外走，还小心嘱咐着，妍儿，今日家中有贵客，不可胡闹，要乖一些，晚一些我再带着你去后院摘桂花，可好？妍儿认真点头，抬头看向门外时，稚嫩的声音带着真诚，好英俊的叔叔啊。我微笑着抬头，心想应该说的是沈之牙了，嘴角的笑凝结。我看着眼前的男子，一如记忆里那般的消瘦，不过深州的气质更显冷冽，脸上多了成熟，比6年前更稳重了。他那双清冷的眸，先是看了看妍儿，又落在我的身上，冰凉的可怕。沈婉堂还不知情地介绍着，这便是我的女儿，我们万家的当家人，这是他的孩子妍儿。听到准确的介绍，他的眸子沉了沉，似是更冰冷了些，张口声音冷淡，看着令爱这么年轻，没想到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是啊，他的孩子4岁，他才4岁。沈婉堂疑惑地看向我，又看看萧景战，没弄明白怎么回事。萧景战轻笑，带着讽刺，好本事？什么本事？沈之牙打岔过来，是一个身高魁梧的汉子。萧兄何出此言啊？还没介绍，萧景战现今可是正2品官员，刑部右侍郎，那可是京城炙手可热的人物。妹妹你可要好好照顾。他果然高升了。我缓缓矮身施了一礼，民女万清玉，见过萧大人。他阴恻恻地看了我一眼，便被沈之牙拽着去了外面的席面。我刚刚脱口而出说妍儿4岁，是我私心，
我私心里不想让他知道我生了他的孩子，这孩子是在一碗不辣的婢子汤中流下来的，他是不被萧家所希望的存在。我是主人家，再怎么都要坐在席面上，与萧景战这个贵宾同席招待。沈婉堂才见家人，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，一个劲儿和沈之牙说话敬酒，而我带着言儿坐立不安。言儿有些困了，揉了揉眼睛，我找到突破口，起身抱歉道：“小儿顽劣，怕是困了会闹绝，我这就带他下去哄睡。大人们请自便，孩子困了，交由奶娘就是。你身为主人家，一顿饭不该陪一陪？”萧景战斟酒自酌，丹凤眸抬起，眼中的情绪我看不懂。沈婉堂跟着道：“就是平时都是奶娘哄睡，大多也都是我抱着睡，什么时候你这么操心了？”我头一次觉得沈婉堂开朗过了头，翘起来的屁股又落了回去。言儿被奶娘抱走，萧景战在我对面喝酒，谁敬他都喝，不过半会儿便见他有些坐不稳了。来人，带萧大人去醒酒。我有些看不下去了。万府家大，我怕路黑，万小姐引路如何？避无可避，我只得起身带着他前往后庭醒酒。我打着一盏莲花灯在前面走着，身后的男人脚步声一深一浅，似是醉得厉害，想要去扶他，终是觉得身份不合适，行至假山处，肩膀被人拉住，手中的灯笼掉落，我也被压在了假山上。你好得很，好得很啊！月色下，他漆黑的眼眸带着醉酒后的朦胧。民女不知道萧大人在说什么，我撇过头，假山石硌着我的后背生疼。装，如此会装，以往是不是也是装的？他伸手轻撩起我的长发，放在手中把玩，所以我也是你的玩物对吧？我蹙眉，觉得他醉得厉害，怎么又和玩物扯上关系了？萧大人，再叫一声试试。他的语气带着威胁。少爷，承认了，我还以为你打算一辈子都当作不认识我。他眼中有受伤的神情划过。少爷，如今奴婢已经不是奴籍，也被万家认回，青玉还未多谢少爷当年照顾之恩，我这是实话。当年虽跟他不过数月，可他从未苛待我，对我温柔，不把我当下人使唤，时常教我练字画画，我都记得的，所以你就一走了之，来报答我对你的恩情。他凑得很近，灼热的气息洒在脸上，带着一股酒香。我想要逃，却被他按得死死的。青玉不过是个下人，现如今已经产子，又何必再纠缠？少爷家中人知晓，也定不会轻饶。这话果然有用，摁着我肩膀的手放开，身子一轻，是他退了数步。你好狠的心，离别6年，你的孩子都已经4岁了，你找了别的男人，开始了新的人生，还要装作不认识我。我的心一痛，指尖颤抖，想要去拉他，最终忍住了。他转身消失在茫茫夜色。我蹲下，拿着被摔灭的灯笼去找人重新点燃。再回到前厅，人都散得差不多了。沈婉堂和沈之雅俩兄妹喝得还兴高采烈。我派人去找萧景战，万府确实很大，他第一次来，我怕他迷了路，又上前去将2人的酒杯都放下。夜深了，沈大人早些休息吧。嫡母，你也该去陪言儿了。对哦，兄长，我还要去陪言儿。言儿现在是我的命，是我儿子，说胡话了都。言儿是你孙子，还好沈之雅没糊涂。他大着舌头拍着沈婉堂的肩膀，不过我这兄弟如何？你跟了他，就可跟魏兄一同上京了。好的，并没有很清醒。哥哥，他看着小我那么多，都差辈了，万一他就喜欢你这种呢？反正萧景战这个人，得咱们家女人得到才行。沈婉堂摇了摇头，忽然指向了我，哥哥糊涂啊，我不行，可以给我闺女啊，我闺女得了，也是咱们家的。越说越不像话。沈之牙看了看我，点了点头，好，那就给你闺女，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到时候咱们家一个3品一个2品，我看谁敢欺负我们。我扶额，真是头疼，没想到沈之牙和他妹妹是一个调调，不过也不奇怪，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。我喊人来搀扶2个人。嫡母休息了，看他醉成这鬼样子，晚上也哄不了言儿睡觉了。好不容易安排了沈婉堂和沈之雅2个人歇息，我专门去了一趟言儿的院子。言儿已经有奶娘哄睡，我看着睡梦中的言儿，心里隐隐不安。言儿和萧景战太像了，哪怕他只有5岁，可他的聪明劲儿和样貌却都像极了萧景战。我怕日子久了他会看出什么来。幸好这一次沈之牙回来看妹妹，只在万府小住2日。我思量了一下，还是打算明日让沈婉堂安排沈之牙和萧景战回沈家。第2日一早，为了避开萧景战，我一早拉着言儿出门，说是逛街寻铺面，却不想正好遇见了萧景战也来闲逛。彼时我正在和万家的3叔掰扯，万家的2叔3叔听闻沈之牙回来了，以为沈之牙要带沈婉堂上京去，是以到时候我就没了靠山，所以故意来敲打我。好侄女，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最终你也留不住。对上万家3叔那一双芝麻绿豆的小眼，我脑子神游，幸好我的容貌像我娘，没有遗传我爹，不然好侄女，我好说歹说你应该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。识相的就把万家财产拿出1半来，否则等你嫡母走了，可有你受的。我蹲下身抱着言儿道，言儿可看清这张脸，以后你是要叫3爷爷的。万家3叔听我这么说，以为我是服软求和，笑意爬满是褶皱的脸。我下一句，记住，切莫和这种人有任何瓜葛，无甚用处不说，只会学一些下三滥的招数来对付妇人，实在非大丈夫所为。言儿很机灵，认真点头，我记住了母亲，你说什么？你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儿子的。果然，他气急败坏，我脸色阴沉下来，正要反驳，下一秒
修长的身影步入殿中，带着威严与愤怒。谁说我言而无父？萧景战身形修长，一身紫色衣袍，高贵清冷。他垂眸睨着万家三叔，身上威势不减。万家三叔被他镇住，只一瞬又想起这是万家底盘，呛声：“你又是哪来的？给我这寡侄女撑场面的白面书生！我是谁？你不必知道。现在给言儿道歉。”他过来将言儿牵了过去，对着万老三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我凭什么？万老三话还没说完，下一秒，萧景战伸手扣住他的臂膀，力道之大让他吃痛不已。一贯养尊处优的万老三，什么时候被这样对待？当即疼得龇牙咧嘴。你给我放手！哎呦，我的胳膊！若还不道歉，我不介意让你吃些苦头。萧景战说到做到，下一秒便抓着万老三的胳膊，将他摁在了地上。哎呦呦，好侄女，你三叔我不过是喝多了酒，说了两句混话，我嘴臭你也知道，还请侄女原谅了三叔吧。看着他狼狈求饶的样子，我心里的恨意才消一些。我微笑着，偶尔吃醉酒没关系，只有教训足够惨烈，才知道吃醉酒有多么误事。你说是吧？万老三，最后一层窗户纸戳破。我再也不愿意装得和顺平静，因为他踩到了我的底线。许是我的语气不好了些，萧景战手下再加了些力道，万老三疼得哀嚎不止。他骂得难听，还说要去官府告我们，搞笑。萧景战可是当朝二品，谁敢找他麻烦？如今我也算是耀武扬威了一回。我转头谢过萧景战，他却拦住了我的去路。你真的打算让这孩子一直没爹吗？他不需要。我回答的冷淡，言儿却先一步站了出来。叔叔，他们都说我是没爹的孩子。是真的吗？我的心跟着一痛。言儿，萧景战蹲下与言儿平视，笑得柔和。没有爹哪来的孩子？是你爹对不住你娘，所以他才生气不让你认。萧景战，这俩人是要闹哪样？言儿虽然聪明，不过也才5岁，对这话似懂非懂。我要回府。萧景战也一路跟着回来，可他一直跟到我们院子，却仍旧没有离去的意思。我想要关上院门，他却伸手抵住，眸色柔和，眼角带着些红。青玉，如果我说我愿意十里红妆的求娶你，你是否愿意跟我回去？少爷，你我皆是过往，何必纠缠？我与他天差地别，终究没有结果。当夜吃饭，沈婉堂又敬酒，他知晓了白天的事，自是畅快。那万老三欺负他的宝贝孙子没完，原本说好过2日就送沈之牙和萧景战回沈府，可不知怎么萧景战感染了风寒，天天咳嗽不停。沈婉堂生怕别人说他照顾不周，又留了他们2天。我的心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萧景战一天不走，我的心一天不能安。萧景战这厮太会佯装，明明说感染了风寒，还来找我的言儿玩。本来就是亲父子，很多地方很相似，差距足有20多岁的2个人在一起玩，竟然毫无隔阂。言儿原本最黏着沈婉堂，现在却最黏着萧景战。萧景战会抱着他上树，会抱着他逛街，还会将他扛在肩膀上。我实在受不了，去跟沈婉堂提，能不能让萧景战走。沈婉堂诧异我的不懂事，我向来都是稳得住的，这萧景战在家里不过住了几日，我怎么这么不待见？我不好说缘由，只得吃瘪。回到我的院子，1日的疲惫席卷而来，我卸下身上的伪装，瘫坐在椅子上，顺手给自己倒了杯茶，身后温热的气息席卷，将我包裹，一双强有力的手臂将我圈入。谁？我心一惊，实在抱歉，万府太大，我走错了屋子，带着些许戏谑，却又有几分得意。我侧眸，男人美眸流转，贴过来。我想了很久，还是想问问万小姐，言儿的生父可还在？他对我而言不过是个工具，用完了自然就无用了。我现在的身份地位，完全不需要男人。换句话说，我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，何必拘泥于一个？那你看你眼前的这个如何？也算博学，容貌上佳，给言儿做个继父总是可以的吧？我觉得他是喝醉了说的胡话。他当朝2品大员，给一个商贾人家的儿子做继父，我全然没往心里去，将他推开就要喊人。别喊！纤瘦的手掌捂住我的唇，他眉眸中流转着深情。别喊，我好不容易找过来的。好啊，上一句还说他是不认识路走错了。青玉，你如此狠心，可我却做不到。我做不到忘记你，如同谪仙般的人物，永平侯府以后的继承人，却对我这样一个生了孩子的女子深情相与。他眸中倒影着我的模样，早已经不是6年前稚嫩的那张脸。此刻我也有了上位者该有的威仪，眉宇之间也不再柔和，而眼前的公子却仍旧眉宇高贵，光风霁月，纤瘦身子更显清冷。萧大人，我以为你也会舍不得我，没想到是我高估我自己了。他嗤笑，似是嘲笑他自己。原来我在你心中一点都不重要。我撇过头，不敢去直视他眸中的受伤。明明当年是他要娶妻，明明我只是一个通房丫鬟。他的气息再一次袭来，大掌扣着我的下巴，不容许我躲闪。眼看着薄唇印上，我急道：少爷何必？少爷应该早与那个老董家的小姐婚配了，又何必再来纠缠？青玉不是良家女，却也不愿为妾，非要摊牌，那我只能说个明白。他明显怔愣，眼中朦胧褪去，变得清明。谁告诉你我和董家的小姐成婚了？6年前不就下聘了？没有的事。他皱眉，随即明朗。你6年前离开是因为听说我要娶董家的小姐，不是他，也会是别人吧？他这样的人物，娶的人总不会差的，总是要高门显赫的嫡女才能与之相配。没有，如果我说我尚未娶妻呢？他红了眼眶，
将我抵在门旁，声音带着丝颤抖。如果我说我一直在等你，在找你，你是否肯接受我？我抬眸，撞入那满是星河的眸子。此刻，他眼中只有我，眸光流转，满含深情。我不敢相信，这样的梦我做过很多次，总是不现实。那日我只是在宫里绊住了脚，回去却再也找不到你了。祖母说你要了身契离开，没有留下只字片语，如此狠心，我倒是没想到，是吧？我也没想到自己走得如此干脆。比起看着他迎娶心腹进门，我宁愿一走了之。少爷为何一直没有娶妻？我不信他是为了我，可心里却悸动着，想要一个答案。他轻笑，如果我说是为了一个小狐狸呢？他真是骗我骗得好惨。我脸发热，低下了头。我不是，我说是你了。看来你也很清楚，你就是那只小狐狸吗？下巴被抬起，与他对视，沉溺在他的双眸中。这几日的相处，我不是没有动心，更应该说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。只是他再次出现，将深藏在心底的记忆翻出，又鲜明起来。事情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，他有备而来，今夜就是不打算饶过我。呼吸声此起彼伏，萦绕空气中，透过床龛，身影交织，犹如两只嬉戏的鸟儿，纠缠绵延。第二日，我破天荒的起晚了，碧儿站在门口等着我起来开门，他才走入屋中。萧景战早不知何时离开，碧儿却神秘兮兮地凑了过来。小姐，今一早我看见舅老爷那个朋友萧大人鬼鬼祟祟地从你院门口路过，不知想要做什么，要不要让人留意着？我脸一红，干咳一声，摆摆手，不用了。兴许他就是早起无事转悠一下，真没想到萧景战走得这么晚，还被我的丫鬟看到了。碧儿还是不放心，要不跟夫人说一声？很不用，你去说他兄长带来的朋友鬼鬼祟祟，夫人会如何想？怎么有种被捉奸的感觉？小姐说的有理，我来给小姐梳洗。您今日起得晚，想必是昨日累坏了。夫人同舅老爷已经在前厅等着您用早膳了。听他的话，我思绪不由被拉到了昨天夜里。明明已经6年没见，他身上的每一寸我却都仍旧熟悉，就好似昨日纠缠是平常事，他对我则格外热烈了些。小姐脸怎么红了？我以前最喜欢碧儿有眼力劲的样子，今日却格外讨厌。怪不得人说聪明不在点子上，就会惹人嫌。我拿了白粉扑了扑，兴许宿醉未醒吧。前厅一桌子人也都算自家人，表面上除了萧景战不是，沈婉堂有了娘家哥哥陪伴，话也多了很多。萧景战吃饭时一向不喜言语，只低头吃饭。我递过去几次，眼神他都没有看我。我心沉了沉，想到昨夜的柔情是不是只是我做的一个梦？饭后无事，沈婉堂邀请沈之牙逛园子，万福很大，尤其后院山水依山而建，引入山泉水，打造了一个很大的湖，非常有看头。沈婉堂和沈之牙在前头走，我与萧景战在后面。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看着他挺直的背影，心里隐隐不舒服。昨夜一切难道只是因为他醉酒难以把持？看来始终是我多想。万府的园子我逛过多次，没什么兴趣，心情低落，低头只看着地上的路，手上一热，我抬眸，他冲我笑了笑，大掌握了一下我的手，随即又放开，像极了怕被家长看见的小孩子。我看向前面的二人，他在怕什么？怕别人发现我俩的关系。沈婉堂拉着沈之牙去看梅园开的正盛的梅花，萧景战这才凑过来小声道，我因为打探你的消息骗了沈兄许多次，若让他此刻知道，怕是要翻脸，所以得慢慢来。我好奇地看了他一眼，少爷这般风骨也会骗人，还骗了许多次，我倒是挺好奇他是怎么骗的沈之牙。走着走着，便听见假山后有动静，是沈婉堂，他俩凑一起没有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探头看看呀。沈之牙接茬，不行不行，他们在看见咱们。我瞅着啊，不行，你那闺女跟萧兄就不是一路上的人，俩人都不多看对方一眼。怎么不行？你那个姓萧的快30还没成亲，不就是没人要？幸好有个2品官职，配我女儿正好。你可别瞎说，萧兄虽然没婚配，那是因为他不想，上京想嫁给他的女人都排着队，那想娶我女儿的男人还能绕万府2圈呢。沈之牙伸出大拇指，还是你女儿厉害。我和萧景战站在不远处，看着这俩人跟大傻子似的争吵。萧景战抿唇笑着，宛如春日嫩芽生长，看来林小姐有不少人惦记啊，不遑多让。我扔下4个字，抬起脚步快步去追赶沈婉堂了，真是丢死人了！什么绕万府2圈，他到底在胡扯什么啊？我抓着沈婉堂就是数落，为何要说那样的话？平白让人误会。沈婉堂知道我和萧景战听见了，笑得更得意了，就是要让他知道你多抢手，他才要快点行动。行动什么？娶你啊，青玉，你才不过20出头，不会想一辈子不嫁人守着言儿过吧？我和他回想起之前2人的关系，我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。沈婉堂并不知道我和萧景战的关系，他只知道萧景战是2品官员。等我回到院中，就看到萧景战正陪着言儿玩耍，父子俩在玩扔石子，看谁扔得远，每次都萧景战放水。他看着言儿的眼神带着探究，又带着慈爱，看到我回来，他便起身过来。言儿很听话，很懂事，像你。我的儿子不像我，难道像他？我点了点头。刚刚奶娘跟我说，言儿今年5岁，他跟在我的身侧，语气里带着欣喜。我停住脚步，昂头看他。所以呢，光风霁月的公子带着志在必得的语气，所以言儿是我的孩子。少爷，当年我可是一碗篦子汤都没有落过，如若言儿是你的，
那他可真是福大命大，那便是他福大命大吧，因为你也有没喝避子汤的时候。什么时候？我见你喝避子汤，就嘱咐了小厨房，将避子汤换成了补汤，脑海中轰隆一声，不敢置信。所以我那时说过一句是避子汤，他就去更换了汤药。为何？我声音颤抖。难道你不想要我们的孩子吗？只有有了孩子，你在永平侯府才能站稳脚跟，我才能想办法将你留在身边。我的身边罢了，就算没有汤药，那时我也是要走的。庆幸是在走了之后才发现了妍儿，庆幸我将妍儿生下来，给了我最大的慰藉。他就算是少爷的孩子，也只是庶出。回到永平侯府，不如让他在万家自在。在万家，他是唯一的少爷，没人会亏待他，我不会让他是庶出。他是我和你的孩儿，他应该世袭永平侯府。我觉得他是糊涂了，想来是万府的酒太猛烈，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世袭永平侯府，那是嫡长子才能享有的尊荣。可他说的那么恳切，眉宇之间皆是认真，他是认真的，他没有骗我。我的心再一次动摇了。萧景战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劝说了沈之牙一道留在万府，原本只是小住，现在变成了借住。我承认我有些贪恋这样的美好，每日都能见到他，他空闲的时候都在跟妍儿玩，两个人很投脾气，连沈婉堂都吃醋了，说这孩子他养了5年，这一眼没看住，竟然跟别人亲了。或者沈婉堂似是思索地皱起了眉。青玉，你说为什么我越看越觉得萧大人和妍儿这么像呢？简直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有那么夸张？我错愕，看过去之前只觉得像，不过是因为我更知晓两人脾气相似，聪慧睿智，一般无二，论长相一模一样，我倒是没看出来。沈婉堂点了点头，继而道：所以我说你和萧大人般配，不是瞎说的。你看孩子都和他般配。我松了口气，原来又是打着撮合我和萧景战的主意。我懒散地嗯了一声，却见沈婉堂惆怅起来。虽说快到40，但她保养得意，又天生是官家小姐，没吃过苦。要说没到30，也是有人信的。她坐在栏杆处，单手支着下巴，一向高冷的脸也变得柔和了些，带着小女人的意味，蹙着2条柳叶眉，看着萧景战与妍儿，叹息：我这辈子是没有孩子缘了。无论妍儿以后你是否带在身边，都答应我，让妍儿一定做我的孙儿。她这是怕我跑了，还是怕我不认她这个嫡母？还是说女人1个月总有那么几天悲春伤秋？你这辈子还长，走的人留不住，在身边的人总要看2眼吧。我看向小门处站立的马夫，他无事时总会站在那处，遥望亭子这边。这亭子平日里沈婉堂最爱坐着出神。有些人有些事不需要说得太明白。我看到沈婉堂脸上一闪而过的羞涩和脸颊上泛起的红云。沈婉堂还有大把的时光，他不应该如同朽木一般烂在这万府里。我也是。萧景战在万府住了1个月后，终于被永平侯府的来信催促，问及他不过告假半月，为何还没有回京述职？原因自然是有的，不过他不便在信中明说。我还是跟着萧景战回了上京，带着5岁的妍儿，万家的一切暂时托付给了沈婉堂。我不过是想要为自己争一次。老夫人看见我带着妍儿出现的时候，脸色都变了，不过不是高兴。她看着妍儿，又看了看萧景战，对我道：我是真没想到你有这份心机。他以为妍儿是我偷偷怀上的。我不卑不亢的行礼，见过老夫人。萧景战抢在我前头说话：祖母，此番带着青玉回来，是为了和他成亲，给他和妍儿一个名分。老夫人冷哼，站在大厅的门口，并没有要让开让我们进去的意思。成亲与他，萧景战，你可是永平侯府的嫡长孙，以后世袭永平侯爵位，再加上你现在的荣耀，可谓是无比风光。她不过是个通房丫鬟，现在改名换姓，也不过是个商贾之家，怎么可以当侯爵夫人？老夫人的态度我早就想到了，她不会同意我入门，因为她一开始就从没想过让我留在少爷身边。萧景战长身站立，一手牵着妍儿，一手牵着我，眸色沉定。祖母，孙儿不过是通知，不是请求。你……老夫人被气得脸通红。萧景战将妍儿抱起来，牵着我的手，在老夫人的身侧走了进去。旁边的人都没敢拦着，任由萧景战将我们娘俩带到他的院子。一别6年，院落却仍旧像以前一样干净整洁，不多一丝点缀，宛如他这个人。萧景战不顾老夫人的反对，将我和妍儿安排在他的院子里。宫里传旨将萧景战召入了宫，他一走，老夫人便按捺不住差人喊我过去。只是我没想到他会在祠堂等我。列祖列宗的牌位摆放着，长明灯点燃，整个祠堂满是烟火的味道。老夫人捻着佛珠站在那里，见我来，睁开眼，却不转头来看我。老夫人安，我盈盈一拜，全了礼数。青玉，你被买入侯府时是几岁来着？老夫人状似询问，实则是告诉我和萧景战身份云泥之别。10岁，青玉10岁入得侯府，若没我买你，你说你会被卖到哪儿去？是寻常人家还是高门大户的丫鬟？不知道，没有老夫人，可能青玉现在不会活着，所以我对你有恩。有。老夫人终于肯转头看我，6年不见，原本华贵的脸上也多了些许皱纹，白发已经长满她的头顶。我既然有恩于你，你又何必恩将仇报？老夫人，我已经还您恩情了。6年前您让我做的事我做了，可你现在又回来了。你明明知道萧景战是整个永平侯府的希望，你却要嫁给他。他如果娶了你，就是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。他的前程从来不是永平侯府给的。少爷天资聪慧，不是永平侯府的嫡长孙，照样也可以一步登科，为官做宰。没你，他可以登得更高。总之，
他不休我便不休，这是我与萧景战的承诺。临来时他害怕我反悔，牵着我的手情动时，眼角微红着，让我发誓永远跟他站在一块儿，绝对不会抛弃他。我承诺他，他不休我便不休。老夫人没想到我以前的逆来顺受都是装的，我竟然是个难啃的硬骨头，骂了几句拿我没辙，也没了办法，他无法为难我，因为我已经不是6年前那个通房丫鬟，我现在是富甲一方的万家掌事人，有高贵的嫡母，朝中3品大员是我的舅舅，荣退的4品大员是我的外公，虽然都不是亲的，但这些关系已经足够了。窗外风乍起，吹动院中的杏树，杏树摇摆，花随着风飘然落下，微风拂面，我微微愣神，脸颊传来温热，侧眸便对上萧景战柔情似水的眼眸。他抚动着我散下的墨发，语气温柔，去见了祖母了，看来他知道了。我嗯了一声，心里隐约不痛快。怎么他躲了出去？我要受他祖母奚落。下次他叫你，你别去，横竖是训斥你，干嘛要听？我今日已经奏请圣上分院别住，等到咱们婚期定下来，成婚后便搬过去。成婚？我正愣，他叫我上京时可没有说这个。自然，孩子都多大了，你不嫁给我，还想嫁给谁？我记起来了，万府那边还有个穷书生惦记着你呢。他这话酸溜溜的，连同帮我捋顺头发的手都用了些力气。他说的穷书生就是当日我雇了看书馆的那个书生。我去万家后给他找了个掌柜差事，照拂了他一下。他时常去万府看望我，被萧景战撞见过几次，他便不乐意了。说起那个书生，他就酸溜溜。他现在大小也是个掌柜了，别一口一个穷书生。他说来年春闱他还要考的。我对着铜镜，看他拿起一朵海棠花的金簪簪在我的头上，觉着不合适，又换了一个。是吗？今日圣上召见说的就是来年春闱的事，属意我为主考官，那我可要看好点儿。我笑着拿过他手中的簪子放下，别蹙了行不行？他对我不过感念之恩，真有些什么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心中早有了他了。老夫人她会同意你我成亲令府别住吗？老夫人心高气傲了一辈子，萧景战这个孙儿更是她一生所盼，现如今找了我这么个门不当户不对的，他又怎么能甘心？今夜我会去求祖母的，你别担心。是夜，我等了萧景战好久，他都没回来，嘱咐奶娘看好言儿。我去了前厅，下人告诉我萧景战被老夫人请去了祠堂，我忙跑去，没接近便听到了斥责声传来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走到门侧的时候，顺着窗户看到萧景战跪在地上，穿着单衣，身后有小厮手持家法立于一旁，洁白的衣衫上隐约有痕迹，想来是已经受了责罚。可他跪在那里，愣是一声都没有吭，腰都没有弯下。我捂住嘴，眼泪模糊了视线，心跟随着那斥责声抽痛着。老夫人立在一侧，眼中也满是心疼，她咬牙切齿：萧景战，你还是执意要娶那个女人为妻吗？是。孙儿初心不改，他的话掷地有声，你这是要逼死你的祖母吗？我已经退步，让他做个良妾，让他的孩子认祖归宗，你却还不肯退让半步吗？萧景战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发出闷声。祖母，我对青玉情根深重，无法自拔，他为我生下孩儿，受尽委屈，孙儿不愿意他一辈子都为孙儿受委屈，唯有明媒正娶，10里红妆，将他从永平侯府的正门迎入，让他做永平侯夫人，方可对得起他。短短一段话，惊得老夫人站不住，身形晃了几晃，被身侧的丫鬟搀扶住。好啊好啊，自你出生我就精细养着你，你父母早亡，撇下那么多孩子，我却只中意你有大出息，对你千般疼爱，却不想养出来个忤逆不孝的孙儿。我不如一头撞死在这祠堂，也免得活着听人非议。祖母，您知道孙儿并没有这意思。如若祖母今日真要撞死在这祠堂，那孙儿也只能随后去地下陪你。如若祖母是觉得孙儿担不起永平侯府这爵位，那孙儿自愿请辞，移出萧家家谱，不再为永平侯府后人杀人诛心。这话比让老夫人死了还难受，她死不得，也不能不同意，否则要么失去心爱的孙儿，要么连同孙儿这爵位也没了，孙儿也不再是他的孙儿。老夫人一下子40苍老了几十岁，罢了，许是6年前我就错了，我就不该让他去你屋里伺候你。祖母，没有6年前的事，青玉也照样会是我的。老夫人深深看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开。祠堂门口遇到我，老夫人已经没了凌厉的目光，只是回头看了一眼萧景战，便由着下人搀扶着他下去了。我走到他身边，连指尖都是颤抖的，看着他身上的伤痕，眼泪不受控制的滑落。你何必？为了我，不值得。他却笑了，惨白的薄唇勾起，眼中满是柔意，微凉的手掌攥紧我的手，语气轻柔：青玉，别哭，以后我便是你的依靠了。那一夜我真的哭了好久好久，好像很久都没有值得让我哭的事情了。6年前离开他的时候，我也想哭，但我忍住了。这一次，他为了我违背整个永平侯府，没有妥协半步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哭的嗓音沙哑，眼睛都肿了。他却只是淡笑，指腹擦去我眼角的泪水。这沙哑的嗓音怎么能是这么哭哑的？该是笑闹着喊哑才对。我羞红了脸。萧景战很着急，他着急迎娶我，又着急搬出去住，最终打算一切从简，只婚宴隆重了些，府邸没有修缮好也没有关系，打算我们搬过去慢慢打理。要说钱，没人比万府多。沈婉堂带着一条街的嫁妆来上京时，可谓是引得万人空巷。永平侯府的大门被围得水泄不通，全是来看这万家的嫁妆有多丰厚的。
沈婉堂下了马车，站在府门前，一身深色的裘衣将她衬托得更加冷艳尊贵。身旁扶着她下马车的是那个老实粗糙的马夫。要我说，永平侯府的正门忒小气了些，不若这样，我万家出钱将这永平侯府扩建一番。他这话是为我出气。老夫人听了，脸都气绿了。人在金钱面前总是矮半截，万家的嫁妆堆满了整个永平侯府，也没堆完，只得连夜买了左右两边隔壁的院子，全都用来堆放嫁妆。成亲那日，光是礼炮便响彻了整个上京的上空。朝野上下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，连皇上和皇后娘娘也来观礼。只因为万家进贡了许多稀世珍宝，还因为萧景战又升官了，现任太子少傅。一切繁文细节过后，萧景战终于来了洞房，挑了我的盖头。虽然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但大姑娘上轿也是头一回，两个人都不由有些红脸。跟着喜娘完成了合轿交杯，让一干人闹完了洞房，终于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。我红着脸，有些局促，能快点吗？刚宽了腰带的萧景战一愣，随即戏谑：怎么就这么等不及？微凉的手指抬起我的下巴，撞入那满是星河的眼眸中。我不争气的心脏乱跳。不是，嫡母带了好几箱子的账簿来，让我快看，他还等着带回去对账呢。萧景战哑然失笑：娘子，你说万家这么有钱，不若我辞官，就让娘子养我可好？他眉毛轻柔，嘴角勾笑，温文尔雅。君子世无双，陌上人如玉。这是曾经全上京的姑娘都笑想宛若谪仙的人物。我只记得我没出息的回答他：也好也好。萧景战番外：16那年，我听闻祖母给我买回来个通房丫鬟，彼时我已经不是毛头小子，懂得这是什么意思。当我听见丫鬟只有10岁时，更觉得可笑。10岁的小丫头，她怕是都不知道通房是什么意思，但我还是耐不住好奇心去了。新买的一批丫鬟中，我一眼就看见了她。她比之别的刚买进来的丫鬟，或是好奇，或是拘谨，她则是沉稳自如，一个人坐在湖边的石头上，吃着用油纸包的酥糖。我走近她，模样倒是挺俊的，明媚皓齿，粉红小嘴，翘挺的鼻梁，皮肤胜雪。她也看到了我，似是犹豫了一下，在思考我的身份，随后递出了油纸里头的糖。我已经16了，早不吃这小孩子的玩意儿，但祖母不爱我吃甜食，所以我一直很克制。不知怎么，今日看她纤细的手指捧着的酥糖，一时不想克制了。她似是看出我的隐忍，吃吗？这是我舅舅买的。你有舅舅，那为什么还会被卖身到府里？被卖身为奴的，不都是家里没亲人或者吃不上饭的？她摇头，不知道，大约是因为在她看来，金钱大过亲情。那你会恨她吗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问。她继续摇头，但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。她有反骨，她跟那些低眉顺眼、骨子里早已经认命的人不同。这是我见她第一面时的印象。后来我常去找她，给她酥糖，也知道了她就是祖母给我养的通房。那时我是窃喜的，可随着我在朝堂上走动，知道的越来越多，我才知道人有那么多的不得已，比如臣子的婚事，有时也由不得自己。几次出入祖母那里，没有看见她，祖母却老问我有没有中意谁家的闺女，最好是内阁的。内阁在朝中举足轻重，如若和内阁的重臣结亲，可以巩固永平侯府的侯爵之位。我才知道，如果想要他在我身边，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是需要我付出巨大的代价和努力的。我又不确定这一切是不是他想要的，是不是我能给的。所以那之后我就不去祖母那里了，但我也再没有和祖母谈论过婚事。我一心想要往上爬，爬到足够高的位置，爬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我婚事的位置。我甚至连怎么向皇上请旨都想好了。他16岁那年来了我的院里，举手投足间都是要跟我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不是我不想，而是我不能。我不能确定要了他之后，可以短期内给他名分地位。我还爬得不够高，可他端了下要的酒，她那么美，身段娇柔地靠在我的怀中，娇滴滴的模样终是让我没忍住。我只是告诉他别后悔，别后悔，就这样没名没分的跟了我，不能后悔了。又离开我，我终于得到了他，他属于了我，他很顺从，至少在我看来，我以为他是一心一意跟着我的，我以为他是爱我的。那日我在宫中恳请皇上赐我一道圣旨，让我迎娶我的清玉。只有皇上下旨赐婚，这样的荣耀才能不让他受委屈。皇上让我第2日带他一道入宫，再行赐婚。他要看看是谁把他臣子的心抓得这么紧。他不知道那一夜我有多高兴，我是多么急切地回到府中，然后再也没找到他。近来新上京述职了一个官员，叫沈之牙。他那个妹妹嫁了个富甲一方的富商，听说还是个地方小官，可惜已然离世。他非但没有愁容满面，还逢人就问有没有什么优秀儿郎般配他妹妹。真是没见过这样的哥哥，给新丧的妹妹找郎君的。一来二去，他听说我一直未婚配，竟找到了我身上。这大咧咧的汉子笑起来跟乐开了花似的。我本着不得罪人的态度搭话，一来二去知道了万家许多事，比如他那妹妹认回了万家流落在外的女儿，叫万清玉的。再比如那万清玉刚被认回时，挺着大肚子却没有郎君陪同。再比如他那孩子今年5岁了。我忍不住了，我找了6年的人，我现在就想要去见他。我真是把这辈子的谎话都用在了沈之牙身上。我说现如今乱认亲戚的可太多了，尤其万家这么有钱，别是被骗，最好打听清楚来龙去脉。于是我知道了清玉的身世，还有他10岁被他舅舅卖入永平侯府的细节。我又说我做了个梦，
梦见了个仙女，于是将那个仙女的模样画了下来，让她看看好不好看。她看了直拍大腿，说这和她妹妹那个认回来的女儿太像了。我嘴角扯着笑，后槽牙咬得痒痒。好啊好啊，青玉，我找你6年，日不能寝，夜不能寐，你却早已经偷偷生下了我们的孩子，过起了新的生活。我又谎称近日刚好有假期，不若跟他一起回他妹妹家。沈之牙乐得又拍大腿，说我见了他妹妹，保准满意。我满不满意他妹妹，我不知道，但我一定满意他妹妹的闺女。我终于见到了我6年来日思夜想的人。他比之6年前风姿尤甚，他还装不认识我，还装作孩子不是我的。可他说他已与人生子，孩子不是我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慌了。我害怕他真的找了别的男人，那我怎么办？于是我放下身段，在万老三的事情上，我知道了妍儿是他的软肋。我天天对妍儿好，用心对妍儿好，我赖在万福，我不走，我耗着，我总可以打动他的，总可以的。没有任何人可以阻碍我和青玉在一起，即便是我最敬爱的祖母也不行。我可以受罚于祠堂，但我不能不娶我心爱的青玉。祖母妥协了，意料之中，我去请了那一道6年前就该下的赐婚圣旨。不过上头的头衔要改一改了，我升了官，他也已经是富甲一方的万家掌事人，劳烦了皇上动了动手，他就给我按了个太子少傅的差事。他那几个儿子，我是真一个都不想教，个顶个的调皮，没有一个跟妍儿一样乖。但为了娶青玉，我忍了。终于十里红妆，明媒正娶，我娶到了我16岁那年就心悦的女子。她现在就躺在我的臂弯里，温柔恬静，眉目柔和，手指缓缓划过她的轮廓，心脏被喜悦沾满。我的青玉，此生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。